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日，星期一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和大家闲聊一下啊，聊一聊这个关于上海的房价啊，我的一些观点啊。之前呢，其实我也聊过几期上海的房价。本来呢，我并不是特别关注上海房价的这样的人啊，因为呢，就我手里也不是说有很多套房子，对吧？我也不是热衷于炒房赚差价的那种人啊。那后来呢，就是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麦克老师啊，一个美国的一个英语老师，他在上海呢买了一个房，他就说他上海的房子啊要不要卖掉啊什么，反正就是做内容嘛，那么讨论这些东西啊。那么我看了以后呢，我也就开始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啊。其实呢，之前我做的视频呢，我都是说啊，我说这个如果上海房价啊跌到一定程度，我觉得呢是要进行抄底的啊，就它跌了以后必然才会上涨。那事实上呢，今年就2026年呢，这个上海的房价呢，比就是去年或者比前年呢稍微要好一点啊，它是涨上来一点了。但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房价呢，它比之前就是2019年那个高峰的时候啊，还是要下跌了。我说上海的啊，就下跌了要30%到40%啊，就相对核心的区域。那如果是就再差一点的位置，或者说不像上海这样的大的城市的话，那么下跌的可能性就更多一点啊。并且呢，其实我觉得从市场角度啊，就如果是买卖的话，那溢价空间还是有的啊，因为现在自媒体时代了嘛，这方面的信息也非常容易获得啊。我经常可以看到，就有的要卖房子的啊，他们就现在的这个心态啊，就跟过去不一样了。刚开始跌一点的时候呢，都是说，反正我放着不卖没事的啊，就过2年就涨回来了，因为之前的规律是这样，对吧？那么跌着跌着跌了好几年，然后呢，这个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啊，大家呢也越来越不看好这个手里的房子了。虽然就是政策啊出了很多啊，并且呢，普遍大家心里面还是想觉得，哎呀，我上海的房子我怕什么，对吧？中国也算是最好的城市之一了啊，未来总是有机会的，是吧？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呢，就是看着下跌，或者说看着这个市场的那种恐慌啊，心理上啊也不是滋味啊。那么我原来呢，我是想说跌到就去年吧，还是大概我说的，我说跌到那个情况呢，我可能会去抄底啊，就从投资的角度。但是呢，我现在就今天，哎呀，我也觉得，就我可能也改变了看法，就我也不会再去抄底了啊。那我主要说说我对这个房价的看法，还有为什么我不会抄底了。首先呢，就是像李嘉诚对吧？最近我们知道李嘉诚是房地产的风向标啊。那么他在今年说什么要投资3000亿要炒这个投资这个香港的房地产。所以呢，这个上海当时这中介一看这个独家大新闻是吧？马上就开始说这个房价要好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李嘉诚呢，尽管他每次都是对的，但是呢，它这个周期很长啊。我也认同，就有可能过10年、20年，这个上海的这个房子，或者说香港这个房子又迎来一个新的周期这个肯定的，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循环的它不可能说朝一个方向不停的运动，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周期性是很长的，可能要很久啊。那这个很久呢，就以我现在的岁数我现在40多岁，然后可能等到什么我60岁这种我不想这样去等因为这个投资时间太漫长了，而且这个房子它就是它随着这个
时间的增长啊。像香港的话，可能没有拆迁这种说法，对吧？你像很老的楼啊，它过了很多年，可能还能值点钱，还能值钱。但是你像上海这种，中国内地它是有这种拆迁的啊，就是你这个房子不行了就要拆啊，很多实际的这种主观上的控制权不在你手里啊。就如果大家都要拆，你不拆也不行啊，是吧？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并不是时间越久它一定就是越好的。我觉得这个时间呢也太漫长了啊。短期里面呢，我认为是不太会有起色了啊。一个呢是这个人口啊，就人口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少。就现在的这个人口啊，连那个美国那个叫什么马斯克啊，他也说啊，他说中国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很大的问题是人口的问题。就据预测啊，就这个未来人口要减少，就是成亿的减少啊，要减少30%、40%，那这个比例太多了啊。那实际的人口呢，会导致需求的下降，对吧？因为人口一下降，这个经济可能也就带动起来，就不像之前那么火。而之前那个房价的高峰，其实是那个人口就是人口很多的时候，经济最好的时候啊，就大家支撑起来的。那如果一旦人口下降了，一旦那个人口下降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支撑这个房价就可能没那么好了啊。第二个呢，就从我自身角度来讲呢，我发现这2年我身边的朋友就我自己原来在上海的一些朋友，基本都移民了啊。尽管呢，就是那个上海本来就一直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啊，就一会儿有人来，一会儿有人走啊。像我们这代人是出生在上海的，那么就算是上海人。但其实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人呢，他们其实都不是土著的上海人，他们也是什么日本人打仗啦，怎么从别的地方跑到上海去的啊？那后来他们就留了下来，在那边工作什么。那所以就是事实上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呢，它就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所以呢，一直是有人移出去也有人移进来。那么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些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呢，这2年都移民了，因为在这个微信上就朋友圈都能看得到，对吧？一会儿就是那个这里发个动态，一会儿那里发个动态那以前呢应该是旅游，对吧？你看看他几个月变个位置，那么后来他就一直在那里就不动了那然后再是什么孩子读书什么学校这种发法我们就知道都移民了那移民主要去的都是美国、澳洲新西兰，还有那个叫什么加拿大的都很少我现在看到的就美国、澳洲、新西兰就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不是说网上的那种。那么感觉呢，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这2年移民的人就特别多虽然呢，在这个网上也有很多反润就反过来从国外要回到国内，回到上海的因为他回到国内、回到上海的人很多因为上海就是还是能够接受海纳百川嘛，对吧？你就是机会也很多，然后留学生什么回去比较好找工作，那么回润的人也很多但是呢，我发现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那出来的呢，就基本上是我这个年龄的，就40多岁然后呢，这个回去的呢，要不就是留学生一般就是这种20多岁就是在欧美读完书他本来就没有特别想留下来的意愿应该来说，他们对社会对整个世界什么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那他发现国外找工作很难，生存下来压力很大，或者说家里面负担他的钱
就之前读书的时候可能是家里面负担嘛，那也花了比如说好多钱啊，然后要留下来就要靠自己工作，那工作赚的钱一下子应届生对吧都不容易的，然后可能赚不到什么很多钱，家里面又觉得哎呀还要持续的投入啊，那就算了，就回国吧，对吧？啊，有的呢也觉得就是本来就是想到外面来学习一下，然后再回去的啊，这一类人也很多。那这些呢就是留学生群体了，就年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啊，我父母这一代的人啊，甚至比我父母年纪还要再高一点的啊，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更早批的那些，已经到了那个欧美国家，然后住了好多年，然后现在呢就可能也都是70多岁吧啊，那种现在又回到国内啊，他们呢就觉得呢，就现在国内很好啊，就养老啊什么很方便啊，在海外呢还是没有国内方便啊。当然了，就是到了那个年龄啊，可能真的会不会有这种落叶归根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想法呀？我觉得也是，就是以我现在的年龄啊，我不太能理解的。这个摸不准，对吧？因为你人没有到那个份上，没有到那一刻，你不能体会啊。但或许呢啊，他们曾经也是像就是经过我这个年龄啊，有雄心壮志啊，有要去打拼啊，有要去更多的探索啊，更多的就是想去奋斗，对吧？就这样的啊。但是可能到了真正的就是年纪大了啊，觉得这一切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啊，看得也淡了，对吧？啊，还是就是好像要回到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小时候这种味道啊，要去感受一番啊。当然，我觉得很多其实也是就是记忆里面的东西啊，记忆里面的东西。这些人呢，他们啊是回去的，但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我发现，就我身边我这个群体的啊，就40多岁的，现在啊，我身边的朋友真的是移民了很多啊，就一看啊，就没多久就移民了啊。当然，我还算是比他们还算要早一点啊。他们也是这2年，就去年啊、今年啊或者前年啊，在这2、3年就是移民的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个群体呢，其实也是未来的啊，就是嗯，接手房源的群体，对吧？就是说，你如果把房子卖掉，那其实有购买力的啊，那么其实是这批人。为什么呢？因为老的啊，就是再上面一代的人，他就不想管钱了，就不管事了，对吧？啊，家里面反正有多少财产，有多少钱，就留给你们了啊。你们反正有孩子啊，要考虑未来，那么钱就留给你们了啊。你们决定不要换房啊，因为人年纪大了嘛，就这种70岁，其实真的到了60、70岁，也不在乎什么这个房子要装修的怎么样啊，或者说这个房子地段怎么样，就想轻松一点，对吧？啊，就不要搬来搬去、弄来弄去这么多事情了啊。就还是我们40多岁的人还能再折腾一下。所以呢，这个房源呢，可能就是啊，如果要那种什么购买新房啊，或者想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再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呢，很大的我觉得需求的群体呢，还是就是我们这批人啊。那我看身边的很多这些朋友啊，都移民了。那么移民了以后呢，其实如果你按照啊房子是住的，就不是投资的，对吧？就你房子是属性主要是住的嘛。那如果说我是一直长期生活在上海，那我再去买一个啊，那我一方面觉得买了自己住，一方面也不会亏本，对吧？就考虑到啊，这别亏了啊，最好还能赚一点。那这样的话呢，也就合理。那如果说也不在那里住了啊，你说你就去买一个什么，图着它上涨，然后收租金啊，这个感觉就不是出于买房的这种本意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导致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尤其是新房啊，或者说改善房的这种需求呢，会降低。
那么新的年轻人呢，他们我觉得，有需求啊，但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买呢？对吧？因为现在啊，这个其实面对我觉得年轻人新的这种挑战也是很多的，尤其找工作啊，然后要自己创业啊，现在生意真的是很难做很难做啊。因为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啊，都跟我说啊，这个现在就是个人要做一点小的生意啊，那个经商环境是很差的啊。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手下有好多个商铺啊，他就租给人家，他也算是一个租二代啊，就人家是那种买了很多套住房，他呢就是买了很多套商铺啊，他就租给人家。那么他今年他马上要来欧洲找我玩啊，说要就是来请我吃饭啊，什么自驾啊自驾，也好多年没见了。那我们经常也联系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现在他的这个商铺啊，今年就好多有人跟他要还价的啊。就以前呢还价呢，就求租金不要上涨啊，就最好能签一个长一点的合同，对吧？比如说像他们这种都是5年1签啊，最差也要3年1签。一般人家租下你商铺要装修啊，什么都要5年10年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吧？然后合同里面再写明啊，就按比例每年上涨多少。以前呢，就是人家最好啊，你上涨少一点。他说现在呢，就人家主动就跟他说啊，要不就不租了，要不呢就是要求要降低啊，就这个租金就现在就要减少，就比去年还要便宜。比如去年租给他1万块，那今年就要租给他9000块啊，并且呢合同也不愿意长期签，都是1年2年一签啊，这种就感觉得到，对吧？就说明这个商业氛围现在就真的很难做。那这些商铺呢，你说，我说那你租给别人嘛，总有人要啊。他说不好租，他说他也去看过啊，就旁边的那些商铺，有的人就是肯定有的这种就不租嘛，对吧？你就换人，那不租空下来就找人啊，然后就要好几个月，然后人家租进来的人又要跟你谈什么装修免租期啦什么的，就是说以前是生意都很好做的时候，你这个铺是旺铺啊，就是一铺难求啊，就大家都要抢着来，最好就是啊愿意加价。现在呢，生意不好做呢，他说这旁边那种商铺啊都空着，他要租掉呢也很难。他说他最后他答应给人家还价呢，也是因为人家就是租了他好多好多年了啊，真的是生意很难做，不然人家也不会就是愿意就是拉下脸去要求这个还价，对吧？并且他签了短期的，就是觉得这个再不好做就不做了，对吧？也就结束了啊。所以呢，就是这种啊，我觉得生意难做啊，经济层面的压力呢，也会导致这个房价呢，想要快速的啊，要反转呢，要很难的啊，很难的。然后呢，啊，看看就是整体的这种国际的趋势，对吧？啊，尽管就是啊，这次美国总统访华啊，美国总统姿态很低啊，这个川普对吧？姿态很低啊，像那个应该是这几年里面啊，就是接待所有的外国的领导啊，这种元首啊什么的，就姿态最低的一次了啊，就没有看到他更客气的了啊。但是呢，这美国的啊房价其实这2年是一直上涨的啊，当然物价也在上涨，对吧？房价上涨了，通货膨胀了，物价也上涨了啊。那其实很多买了美国就前些年买了美国房子的人啊，都是就是赚到的啊。好吧，那今天就瞎聊聊啊，闲聊啊，也欢迎大家呢和我讨论。